针对台陆委会负责人不当言论，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三回应表示，针对台独势力挑衅逼迫而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挫败分裂国家图谋的正义之举，何来所谓宣战之说？马晓光还警告，台独若触碰红线，我们必将采取断然措施予以坚决粉碎。此外，大陆日前表示，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民进党当局予以否认，称台湾海峡就是国际海域。马晓光也痛斥民进党当局出卖中华民族利益，令人不齿。国台办周三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强调，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解放军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一定会打到底。台陆委会负责人竟然声称这是藐视国际关系和平原则的宣战行径，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民进党当局有关说法是歪曲台湾问题性质，抹黑大陆对台方针。针对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而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挫败分裂国家图谋的正义之举何来所谓宣战之说？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错判形势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沉迷于以武谋独的迷梦，在台独的道路上铤而走险，触碰红线，我们必将采取断然措施予以坚决粉碎。美国近期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对此马晓光表示，日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已就台湾问题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掷地有声，信号清晰。6月1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卢森堡举行会晤，对中美关系中如何妥善处理台湾问题表明了我们立场亮明了我们底线当然也提出了解决我们问题的办法。香港中评社的分析认为，中国的国防外交中从来都贯穿着底线思维。魏凤和防长在相会上关于东亚地缘安全问题的表态，正是底线思维的彰显。魏凤和防长在演讲中说，和平统一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愿望，我们对此怀有最大的诚意，愿付出最大的努力，现在仍然在继续做最大的、最真诚的努力。军人讲和，这样说已经是达至最大限度的善意了。但是美方利用台湾问题来制约中国，怂恿台独以武拒统，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对此，中国军方不可能没有高度的警惕以及应变的充分准备。由此可以理解，魏凤和防长关于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的表达，绝非恫吓，而是中国军方底线思维的最明确、最不含糊的阐述。同时，魏凤和防长的讲话为东亚的安全划清了底线，尤其是给美日在东亚的军事意图与动作划清了底线。美方在认定了中国大陆这样一个反独促统的决心是美方不可能去撼动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所以说他就会以此作为一个下一阶段政策的一个基础，也就是在对台的这样一个勾连上更多的强调，或者说在台海的这样一个台湾牌的炒作上更多的强调与台湾防务之间的这种关系的一个深化和升级，包括从美国对台的军售，还是说美台之间这种未来的联合演训的方向，都可能朝向一个面临着这种所谓的岛屿作战的这样一种实战的方向去进行一个战术上的一个实务上的一个深化。有记者问，今年是九二共识30周年，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发展有重要作用，但30年来两岸关系及国际局势都出现变化，请问大陆方面是否会考虑与台湾方面寻求一个新的更适合当前两岸解开僵局的共识？马晓光强调，事实证明坚持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能改善发展，否定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会陷入紧张动荡。2016年以来，两岸关系之所以持续恶化，根源在于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两岸关系的症结和解方都非常清楚，我们已多次表明，只要停止谋独挑衅，坚持九二共识，认同其核心意涵，两岸僵局就可迎刃而解，两岸之间的对话交往都不成问题。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军舰多次通过台湾海峡，不断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美国彭博社报道称，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军方近几个月与美国军方会谈中多次强调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但拜登政府声称对此感到担忧。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就此表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海峡最窄处约70海里，最宽处约220海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台湾海峡水域由两岸的海岸向海峡中心线延伸，依次为中国的内水、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的合法权利。此外，国际海洋法上根本没有国际水域一说。有关国家声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意在为其操弄涉台问题、威胁中国主权安全制造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但美方仍在操弄相关议题。美军方周日宣称将继续在台湾海峡进行自由航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二在给路透社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再次宣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的这样一个表态，它实际上是中方一个一贯长期坚持的一个基本立场。我觉得中方一个表态对他来说就是一种震撼教育，在于那么在台海问题上，美方所曾经认为的一套所谓的规则、一套规范和一套他所行事的逻辑，那么可能是行不通的。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外部势力，那么他在国际法也好，还是从这种政治或者说主权的原则也好，他是没有任何理由和这样一个立场去介入台海的。而台湾民进党当局则附和美方说法，妄称台湾海峡就是国际海域。马晓光周三表示，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令人不齿。外交部发言人已经代表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表明了我们的态度那么我们想民党当局他炒作这个问题完全是为了配合外部势力完全是基于台独分裂的这个图谋那么这种做法损害两岸同胞利益也损害中华民族的利益是令人不齿的。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袁征表示，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对台湾海峡具有管辖权，但是美国不承认这一点，因为美国没有加入这个公约。美国之所以主张台湾海峡是国际通道，是为了给美军舰机穿行找借口。但中方一直强调，美方必须是无害通过，外国船只在通过这一地区时，不得有示威和挑衅的意味。事实上，美国所谓的自由航行带有军事威慑性质，意图炫耀武力，甚至有侵犯中国主权的危险，是损害我方利益的行为，这是中方绝对不能接受的。今年以来，美国海军舰艇已经先后5次穿过台湾海峡。最近一次发生在5月10号，美国海军罗亚尔港号导弹巡洋舰穿过台湾海峡，并炒作解放军东部战区全程跟监警戒。目前，美国海军穿过台湾海峡基本保持着1月1次的节奏，但并非每次类似行动都会特意宣扬。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海军舰艇累计穿过台湾海峡9次，2020年为13次，2021年为12次。彭博社的报道称，虽然中国大陆经常抗议美军在台湾海峡的行动，但在此前的中美会谈中，台湾海峡的法律地位并不常被讨论。目前尚不清楚最近的主张是否表明中国大陆将采取更多措施对抗进入台湾海峡的外国军舰。那么我相信在未来一个阶段，我们看到在台海有很多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这种美国曾经习以为常的这种惯例、这种现实、这种固定的既往认知这种框架的思维，包括一些他所认为的规则，会不断的被证伪、被打破。